在200多年前，人们对电力的探索才刚刚起步，而一种叫莱登瓶装置的出现，更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这是一种能够存储电能的瓶子，当然这样说也不够严谨。各位好，我是闲人探，这是我用矿泉水瓶子做出来的莱登瓶。那么这瓶子究竟怎么玩呢？很简单，只要给它充电就行了。这个是无极性电容，可以随便接线。感觉火花不够大呀！莱登瓶所释放出来的电压是由你的充电电压来决定，所以我再换一个更高电压的电源看看。对了，这个必须用直流电才行。当充电端放出来的电弧越来越微弱时，说明已经充满电了。我们来看看火花比之前强了多少，效果确实提升了不少。现在呢，我就要试试这个瓶子的放电威力。在上一次我用爬起来试试电弧点火器的效果，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，所以我今天只能拿自己来试试。这下各位都没意见了吧？我只能说这感觉。被电过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打火机里面压电陶瓷所释放出来的电压简直是挠痒痒。用这个装置的发明者原话来说，就像是被雷击一样。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测试是叫了700位修道士手拉手围成一个圈，然后首尾的人一个接触瓶子上面的电极，一个接触瓶子外壳电极，一瞬间这些人都被电得乱跳。其实这个瓶子的结构很简单，里面装入盐水，然后插入一根铁丝。瓶子上面那个锡纸球是防止电荷跑掉，外面一层也是锡纸，然后接上导线就行了。当然也可以用一次性杯子，里面那层杯子上面贴上锡箔，外面那层杯子上面也贴上锡箔，然后再接上导线，中间务必要绝缘。至于是什么原理，说来也话长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答案吧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弄成卷纸形态。不得不说，这么小的家伙放出来的电还挺强劲的。里面其实就是2面锡箔用透明胶带封住绝缘，然后互相卷在一起。我听闻莱登瓶所释放出来的电不仅能点燃烈酒，还能使小型动物毙命。我想这么小面积的锡箔纸储能肯定是不够的，咱们今天玩一把大的吧。现在我拆出了2张30厘米宽、140厘米左右长的锡箔纸，一张已经全部用胶带贴住，先用一张铺在上面通电测试绝缘效果。一通电，这锡箔就吸附在一起，说明已经形成电势差了。目前没有被击穿，说明耐压值还是挺高的。经过我一番折腾，现在2面已经贴好胶带，并且已经卷好，卷在一起会比平铺的效果更好。现在到了蓄能的时候了。没有电弧发生，说明已经充满电了，而且充电明显要比之前那个瓶子持续时间更久，说明容量增加了很多。是时候表演雷神之棒的威力了。声音跟鞭炮一样，速度太快了，你们肯定没看清楚。这个放电速度确实很快，以至于这个相机只拍到了下半边的图片。
这个我就不印手摸了，等下次有机会用这个去垫垫蚊子、苍蝇什么的，看看效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。